这个跟共产党这边的相比呢，国民党那就是仁义多了啊，老蒋小蒋给钱是真给啊。第一个最高的那个叫孙天琴，我一会儿说，给了7000两黄金啊，搁今天的话几亿新台币啊，大几千万人民币啊，那不是今天，是当年啊。好了，我们今天从第一个说啊，共军第一个叛逃过去的飞行员，1960年1月12号才有第一个共产党解放军空军叛逃过去，这个人叫杨德才。这个哥们儿不是空军啊，这个哥们儿是海军航空兵，海航，驻地在哪儿呢？在浙江。1月12号飞行训练，他驾驶一架米格15飞机飞到了台湾。他跟林顺贤一样，他运气不太好，太紧张了，他只能在宜兰迫降。迫降过程中机毁人亡，摔死了，所以呢，啥也没落着，命还给搭进去了。这是第一个啊，虽然摔死了，毕竟是第一个。为什么呢？从1949年建国。到1960年才有第一个跑的呢？为什么中间11年没有人跑？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因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初建空军啊，那就是宝贝中的宝贝，从飞行员到技术骨干，全是解放军尖子，尖子中的尖子。不光身体素质好，政治层层把关，政审极其过硬，而且待遇极好。1950年，你们知道飞行员的飞行餐是什么吗？就是他们每天吃什么吗？1950年吃巧克力，我吓死你！我操！1950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军飞行员管开吃巧克力，啥是巧克力啊？我操，苦了吧唧的，80年代才见过。1950年人家巧克力，我操，管够，所以他没有必要跑啊，他跑干什么呀？都以为很快就台湾就打下来了，天天三面红旗解放台湾，时间问题嘛。谁他妈往台湾跑，谁不等于是政治自杀嘛？所以一直没有人叛逃，解放军这边，因为时与势都在共产党一边嘛。直到60年代啊，台湾蒸蒸日上啊，中国大陆乱了，开始啊，58年，然后大跃进，后来他妈的文化大革命，这边一看没戏了，我操，还是那么穷，台湾经济腾飞，这就开始有叛逃意识了啊，所以。第一个叛逃之后，一开口子就会有第二个。第一个成功落地到台湾的是2个飞行员，叫邵希言，第二个叫高佑宗啊。这2位呢是1961年，就1年以后9月15号叛逃的。这2位是开运输机的，开的是安2型运输机，安2，但是又慢，我操，那个飞机他妈慢到就是你一般战斗机你还击落不了它，因为它太慢了，你一下就过去了。小型轻型运输机啊，就是不入流的飞机啊，这个俩货从山东郊县起飞，就是现在的胶州啊，直奔韩国济州岛，飞到济州岛去了。嘿嘿，韩国当时跟中国没有建交，跟台湾建交，它是反共国家，所以呢，你往北飞，你要么就飞苏联、飞外蒙，那也是敌人；要么就南边你可以飞越南啊，往东方你只能飞到南韩、南朝鲜，最近呢。所以他都奔南朝鲜飞，所以台湾非常重视啊。10月7号把这2位接到台湾，老蒋啊，当时当场给2人500两黄金，2人对分，1人250两黄金。邵希阳很小啊，才10几岁，还没到20岁，直接安排进台大外语系学英语去了啊。高宗佑啊，因为他岁数大点，进国军空军直接工作，安排工作。然后很快，这一旦开始了之后就止不住了。1962年3月3号，解放军第3名飞行员，就是天天听着打飞机的那个，叫刘成思。他来了，他终于忍不住了，天天在被窝里听陈梦华美女的嗲嗲的广播，开着飞机就去了啊！天天在被窝里戴着耳机打飞机，是陈梦华的超级粉丝，血气方刚，直接驾驶米格15战斗机。直飞桃园机场，我操！这个刘成思可是把老蒋高兴到鼻涕泡都冒出来了。那老蒋太需要这么个人了，直接开记录给奖金1000两黄金，少校军衔。因为米格15当时是中国大陆最先进的战斗机啊，直接飞过去了。国军是第一次拿到一架能飞能战的米格15，所以国民党给刘成思搞了1个月的宣传活动，大花车在全台湾游行。我操，大花车游行真的在前面，我操，老有面子了。蒋经国亲自接见，问刘成思：“你有钱了，又有军衔了，又有官了，你还想什么？”我要陈梦华，我要见陈梦华啊！国民党说没问题，见见嘛，见见偶像陈梦华来陪着喝酒，陪着见。结果没想到刘成思身体倍儿棒，
长得又帅，解放军飞行员都是挑出来的，高大英俊，还有1000两黄金少校。妈的，陈梦华也没结婚，就跟刘承思俩人真成了。以前是打飞机，现在是打真人了。所以呢，俩人要结婚，真的要结婚啊。然后当然国民党那时候也是要政治审查，打报告我们俩要结婚。当时国军啊留了个心眼儿，说他妈的这俩结婚不好吧？为什么呢？因为不信任刘承思啊，不完全信任。你看共产党也不信任啊，都给他们一个副职嘛，不让他们再摸飞机了，而且安排到倍儿远，都去西安。你再想回台湾，你开飞机回不去了。这货呢，国民党觉得呢，虽然是一个我们现在给他包装成了个英雄，但毕竟是贪图银两和女人过来的。万一哪一天他又飞回去了，或者又跑回去了，那我们的脸岂不是丢大了？那怎么办呢？不能让他跟陈梦华结婚。陈梦华结了婚之后，这不影响太大了吧？把陈梦华拐走了怎么办？这俩货子都拐走了，我操，我们完蛋了，我操！所以不好控制，不能同意。所以国民党政审没通过。国民党组织上找陈梦华谈，说你要离开刘承思啊，你不能嫁给他呀。陈梦华说自由恋爱，我们是纯洁的，我要的是人，我不是看重他的金钱和地位。国民党的组织跟陈梦华谈话说，哦，是吗？你真的不看钱啊？那公派派你到美国留学，所有的费用、奖学金、党国全付，你看行不行？陈梦华说，爱情诚可贵，但是去美国留学还可以恋爱吗？可以。操，走了，我操！花开两朵，再看刘承思这边，国民党是这样干的啊。台湾的这个形势啊，台湾这个情况你也不了解，给你配一个女助理陪你行不行啊？刘承思说，我看看。一来，比陈梦华漂亮多了，行啊！这妞太漂亮，太爽了。这妞叫什么？叫蔡健美。蔡健美和刘承思的结婚照，那确实漂亮。因为陈梦华是他妈声优，她长得不好看。这个操，蔡健美太他妈牛逼了，真是健美啊！然后很快，第二天就滚床单，就把陈梦华给忘了。所以这俩货呢，就是爱情经不过考验啊。所以呢。蔡健美嫁给刘承思以后，整天我操阔太啊，我操！刘承思也不敢管，然后就是整天就吃喝玩乐，哎呦，结果刘承思就不干了，就是说他两句，也不敢怎么着他，吵架。结果你是个刘承思，你是从大陆来的，蔡健美是本地的，娘家人都来打他，把刘承思给打了一顿，不敢造次，挨打了。一晃10多年，他也没钱了。那蔡健美也不真爱他呀，那是党国安排的特务看着他的，所以呢设了个套，把他钱骗走了所以呢刘承思退休以后无亲无故，这刘承思跑的太多了啊。最悲催的一次吧，讲最悲催的是1965年11月11号，这个飞行员叫李显斌，从杭州起飞，驾驶一架伊尔28直飞桃园机场跟黄之诚一样了。这个是个轰炸机，它上面不是他一个人，上面还有领航员和通信员。领航员叫李才旺，通讯员叫连宝生。这俩货不知道呀。飞行员李显斌呢他没跟那俩货商量，然后他妈飞到一半，这俩货发现了，飞机怎么往台湾飞了？我们不去。他们在机内通话，我现在要投奔这个台湾，你们俩跟着我一块去吧。然后词儿说的都跟黄志诚一模一样。这俩不去，我们不去啊，我们家人都在中国的大陆呢，我们不去啊。黄志诚够意思，黄志诚说行，我往回飞点，飞到海峡中线，你们跳伞吧。这不操，这李显斌够绝的，由不得你们俩了，跟着大哥走吧。我操，就把俩货给带到了桃园机场。通讯员叫连宝生，连宝生这个人很刚啊，他一看落到国民党桃园机场，开枪自尽。结果飞机当时落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机头的那个轮没弄好，起落架没放好，机鼻擦地。伊尔28领航员是坐在飞机机头的下边的，擦地把李才旺的双腿给弄断了。李才旺就他妈的当然也没那么狠，没自杀腿断了也疼顾不上自杀了。所以李才旺呢稀里糊涂的就到了台湾。国军迎接他，这个李才旺说我要回家。来台湾是他的主意，没跟我商量，能不能送我回家？那国军能商量，那能答应？不行，我操，来也来了，我操，那你怎么送你回去？你有2个选择 ：A 干掉你，B 你就是反共意识
他李才旺一想，操，好汉不吃眼前亏。李才旺说：“好，我是反共义士。”国民政府宣布3人皆为反共义士。这他妈连宝生自杀的，国民党也够他妈不要脸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他妈的亲兄弟。国民党政治宣传啊，连宝生也是反共义士，只不过在着陆的时候出了事故啊。3个反共义士奖励4000两黄金，3个人开一架飞机回来的嘛。机长李显斌主犯2000两。那货领航员和通信员1人1000两，而连宝生死了，自杀了。但是国民党说他是反共义士，他不是说自杀的，他这1000两暂存国库，到时候光复了大陆之后，把这1000两黄金送给他的家人。你看看国军厉害吧？国民政府就这样啊，强行让那2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了他妈的三民主义革命战士了。我操，这个10几年以后啊，1980几年改革开放了。尘埃落定，两岸开始缓和关系的时候啊，李才旺和李显斌2个活着的都退役了。李才旺呢移民去了美国，李显斌移民去了加拿大。李才旺是被迫投敌的，共产党这边当时也调查清楚了，所以李才旺呢就写信给他的小姨子，给他亲属，向大陆政府啊投诉，说自己当时被李显斌挟持过去，而且降落的时候摔断了双腿，有自杀之志，但是也没来得及啊，太疼了，所以呢就被迫投敌了，请组织原谅。解放军一番研究解放军还真给他回话了，你回来吧，不追究你。1983年，李才旺回到上海，下了飞机之后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讲述当年被挟持到台湾的事实，说那老王不对呀，他当时为什么不枪毙李显斌还有那连宝生啊？你就不知道了吧？1耳28呀，他这个飞行的过程中他这个领航员上不去的，他想跟李显斌拼命，他也拼不了，所以确实被挟持了。他那个领航员的位置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所以他只能跟着去了证明连宝生也是被迫挟持的，而且是很刚这个自杀。李才旺是3个人里最幸运的共产党原谅了他，而且呢让他回家安度晚年，而且共产党没有没收他的1000两黄金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追究他的1000两黄金，说这货带着1000两黄金回来了。所以李才旺这个老实还他妈的最后命最好。这个李才旺回老家以后在村里盖了第1个2层小楼翻修一新我操，还给村里修了一条路呢。哎呀，这个连宝生就惨喽。连宝生就是自杀那个他去了台湾，当时台湾说他是反共义士大陆也不知道在这边定性他为叛徒，他的家属也受牵连，结果他自杀了。李才旺一回来一公告说他不是叛徒，他是他妈的革命英雄，他他妈自杀都不辩解，所以呢家属一申诉，确认连宝生为革命烈士。记住台湾国库还放着他们家1000两黄金呢，不是当时大小蒋都说的吗？台湾国民党一看，我操，共产党把他追认为烈士了，共产党知道这件事情了。国民党倍儿没面子，取消连宝生的三民主义反共义士称号，没收1000两黄金。国民党把他1000两黄金没收了，本来也没给人家，人家死了嘛。结果最有意思是李显斌这个大傻逼，他不是去了加拿大了吗？李显斌一看，李才旺回去没事儿，连宝生追认革命烈士，是不是我也没事儿操，这货是山东人。你知道我一说这儿你就知道要出事了。山河四省的叫叶落归根的，儒家中毒的太厉害了。李显斌这个首犯，他妈到了加拿大以后觉得没事儿了，没事人一样，带着2000两黄金到了加拿大之后，他妈要叶落归根，他就找了一个律师咨询，他妈这也是个狗头律师，他问我这事儿回了中国会不会抓我？那加拿大这个狗头律师说，这种刑事犯罪我查了在中国20年刑期，按照中国的刑法，过了20年追诉期以后，这事儿就没事了你没事儿，这货真信了这鸡巴狗头律师害死人所以呢，李显斌1991年掐指一算，20年过了，度日如年数着呢。我操！1991年，李显斌从加拿大偷偷飞回山东老家看他妈去了。哎呀，因为他爹曾经是当地村的村支书叛逃以后被撤了职，以后抑郁而终，他妈还活着，80多了。
一离别就快30年了。李显斌啊，在山东老家陪他妈待了1个月，你说他是不是个纯傻？我操！那你说共产党能放过他吗？共产党很牛逼啊，入境不逮你。哎，在山东老家陪老妈无所谓，在村里发红包，什么修路，翻新房子不管你，让你干好事儿，边控了你。离境是不是？到青岛机场想飞回加拿大，咔铐子上。李显斌，我们已经等了你30年了。我操，李显斌带错人了，我是华侨啊，我是加拿大人。屁！我操，你他妈是不是就是那个李显斌？1992年，李显斌以叛国投敌罪加判15年。我操，谁他妈告诉你20年没事了？判他15年。结果呢，服刑到第10年的时候得癌症死了。2002年因病去世，终年66岁。李显斌，这不是个好东西啊！你他妈不顾同胞之义，你倒是让他俩去跳个伞呀！我操，你丫飞慢点儿，128又不是特别快的飞机，你他妈擦着海平面200-300米摔死个球子，800米、1000米的时候，你让他俩跳伞，然后你再飞到台湾去啊？他不，他把人家一个他妈的害死了，另一个害断腿。李财旺。就知道事缓则圆。我要回家，回不了了。国民党啪咔，你还回不回家？我觉得三民主义挺好。这给你限量。然后回去之前写信，我的情况我给你组织反映清楚，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要戴罪立功，我要讲清真相。党组织一想，有利用价值，快来。讲清真相之后，真没怎么着他。我们现在讲4高飞行员，哪4高？军衔最高，就是军阶最高。机型最高，奖金最高，年龄最大。4高飞行员孙天琴，解放军1983年飞过去的，那时候没军衔，军阶最高。为什么？因为他官大。他为什么投敌？这个孙天琴这个是很牛逼的人啊，这人后来在温哥华。孙天琴是空军试飞团2大队副队长，这个官阶可不小，他是试飞团的副队长，陕西省凤翔人。他爹在解放前是资本家。不太大的资本家，但是也是化成资本家了。结果到文革挨批斗，老爷子自杀了，跳井自杀了。从此孙天琴就跟共产党有了杀父之仇。当然，共产党政审很厉害的，也怕孙天琴报复，不让他飞了停飞了。1975年，邓小平复出，落实政策好多资本家平反，孙天琴他爸也平反了，不算资本家。孙天琴恢复飞行资格，但是仇埋在心里了，天天惦着跑天天精确的计算航图。在1983年8月5号决定跑，结果跑到一半，一看油量不够，又回来了。他要确保万无一失。为什么孙天琴这种人能办成事儿？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看他这个事儿，这是个干什么都有一个细节又有他妈狠劲儿的人。孙天琴应该是男人中的极品所以孙天琴8月7号2天以后再次来到机会，这一次加油加的足。孙天琴没有催地勤加油加多，他就怕吹个大家的警惕性，他就等着你加多。那天他就加多了，孙天琴一看，妈的加多了，老子今天就跑了。8月7号13点50分，他试飞团的，当时正在试飞的解放军最先进的歼7战斗机，在渤海上空试飞，看了一下油料，今天够了，操！足够到韩国了，操他妈要投奔自由，要跟你共产党干。双机试飞他后边还有一个僚机呢，他是长机，他得先对付僚机，否则的话，僚机一报警，空军一夹击，他妈的他会被击落的。所以他非常聪明，他一看油料差不多了，到渤海上空了，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从8000米以坠机的方式急降到1000多米就一下子掉了7000米下去了，一下子甩开了僚机。同时也迷惑了地面，因为他一边在下落的时候，一边在无线电通话里边喊座舱冒烟，座舱冒烟，因为他是在试飞新型飞机他们座舱冒烟很正常出事了，假装坠毁了。所有的人都以为孙天琴的飞机坠毁了。为了进一步迷惑领导们和僚机，掉到500米的时候要做戏做全套，再喊话我要跳伞跳伞，多聪明这个人。这个长机和僚机机组，他们跟后方塔台的通话是共享一个频段，所以长机如果占了这个频道，
僚机是发不出话来的。同理，僚机如果占着频道，长机也说不了话。所以孙天琴怕僚机发现自己不正常，跟塔台进行通话。孙天琴说：“我跳伞了。”他算准了僚机会找他，找不着他的话，没准说没见着跳伞。大家知道这个步话机有一个送话键，你摁下去以后，你才可以说话。然后说完了之后 over， 然后你松开，然后别人才能继续说话。单弓不是双弓，他就摁住这个送话键，他不松手。你孙天琴多聪明，他摁着送话键开飞机。所以僚机就没有办法跟后方塔台通话，后方塔台也没有办法跟他们通话，他就等于是阻塞住了无线电通话。然后呢，假装自己坠毁了，以高超的飞行技术在海面100米左右，就是超低空飞行的过程中倒扣过来，高超亚音速倒扣飞行。怎么叫倒扣飞行？大家知道飞机飞的时候，那驾驶员是头朝上的，孙天琴头朝下，腹朝上飞。这是绝逼的高手，一般的你那个油供应不上，你发动机停车会摔死的。只有100米高，为什么？躲大连和旅顺的解放军空军雷达，因为它的歼七飞机的这个肚子是平的，它那个后边，它如果正飞的话，后边有一个高高的垂直尾翼，它那个垂直尾翼是无线电一下子就能给逮住它的亮点，它只要倒过来飞，贴着海面砸波一影，看不见的，所以它。这是一般的飞行员根本做不到的，这种超低空高亚音速倒扣飞行做不到，而且你还不迷航，不坠海，飞了15分钟到韩国了，摆正拉起来，回到6000米巡航高度，进入韩国。哦呦，韩国我吓坏了，韩国以为是北韩来袭，我操！韩国启动韩国战斗机要击落他，孙天琴看到了以后摇摆翅膀，同时放下起落架。国际空军术语，摇摆翅膀就是我要投降啊，我没有敌意，放下起落架，请领航，我要择最近机场尽速降落，请领航。所以韩国战斗机把他领在前面，他在后边跟着飞，在韩国成功的降落。到了以后，我去啊，国民党兴奋死了，他说我要去台湾，我操！然后中国解放军空军下击杀令，孙天琴在从韩国转运台湾的过程中，不惜一切代价击落他，打死他。因为他的职务非常特殊，他是空军试飞团副团长，他对于当时的先进机型了如指掌，所以他如果跑到台湾去，对于共产党、对于解放军是巨大的威胁。大家知道，解放军是有这个先例的，就是击杀叛逃者。1966年，海军有一个炮艇叫吴文宪，吴文宪杀害7名战友，驾驶快艇逃往台湾，周恩来亲自下令格杀无论，从外岛运到本土的过程中，解放军空军击落他了，这叫拦截击杀，对孙天琴下了同样的口令，拦截击杀。所以台湾空军是如临大敌。孙天琴的飞机在汉城一起飞，就是运他回台湾的飞机，所有台湾空军那天所有的飞行员取消休假，进入战时状态，进入机场和战斗机待命状态，而且所有的情治单位和雷达扫描中国大陆的沿海的机场，有大陆空军军机起飞，立刻应战。1983年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琴的台湾华航专机从汉城起飞，同时台湾桃园空军基地起飞8架 F5E 战斗机，当时台湾最先进的 F5E 战斗机升空盘旋待命，接应另8架 F5E 战斗机在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发动机热车待命，随时可以起飞16架战斗机，为了保护孙天琴跟解放军的空军拼命。孙天琴的战略价值大家也能理解它有多值钱啊！所以当孙天琴飞机客机飞过日本领空啊，飞越琉球上空时，台湾战斗机为防不测，赶紧起飞，直接飞入琉球接应。所以战斗机在琉球护航，一直飞到台北。进入台北上空时，台湾又起飞清泉岗的4架 F104G 护航着陆。我操，那真是万无一失啊！我操，蒋介石自己的空军都未必能这么保护蒋介石的专机，所以12时42分安全抵达清泉岗这个空军基地。抵达空军基地以后，
国军总参谋长郝柏村、总政战部主任许立农2位上将亲自迎接啊，当然邓丽君也在迎接啊，所以召开盛大的发布会，邓丽君到场献花啊，英雄啊！孙天琴和邓丽君的合影现在满网都是。为什么？因为孙天琴当时驾驶的这一架歼七是当时新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仿的是苏联的米格21。当时台湾奖励了孙天琴7000两黄金，上校军衔。所以孙天琴呢，这个倒是不是爱台湾美女的，在台湾娶了叫李天惠啊，都是天字辈的这俩夫妻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李天惠是一个沈阳的音乐家的后代啊，他的祖先是沈阳的音乐大师，也被共产党干死了。李天惠他爹是国民党的高官啊，文革也被折磨死，所以李天惠啊也是逃到台湾了。那2个人就同病相怜，就结婚了啊。所以呢，李天惠在美国读书，读完了书之后去的台湾，2个人在台湾认识结婚，后来双双移民到了温哥华啊，就在温哥华，我们的邻居啊。孙天琴在国军也是不受重用，因为他这种叛逃都不重用了。那2年干了之后也就退役了。退役之后，因为他飞行技术极其过硬，个人经历极其传奇，而且这个人人品很好，心理素质也过硬，整个叛逃过程是犹如教科书一般经典，所以深得台湾飞行同业的尊重啊，在台湾也带了很多的徒弟。2017年他才去世，追悼会也很隆重，所以这个就是孙天琴的故事啊。最后一位叛逃台湾的飞行员叫蒋文浩，时间是1989年9月6号啊。1989年64之后，64开枪，蒋文浩深受触动，四川人决定弃暗投明，得到知识就是只要飞到台湾至少有1000两黄金。于是呢，蒋文浩驻地是龙溪机场，在哪儿？在福建漳州。福建漳州离台湾很近的，所以呢他呢就决定飞到台湾去。但是孙天琴之后呢，所有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飞机啊都做了改造。这什么改造呢？加了电子防逃系统，地面指挥台一旦确定你要叛逃，可以远程切断你的供油阀，它有一个电子油门，咔给你关上了，你在空中就没有油了，你就掉下来。这个电子供油阀你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你打不开，只有地勤服务的时候它才能给你恢复，所以这个叫电子防逃系统啊。所以呢，蒋文浩很贼很聪明，这四川小伙子，因为他的飞机啊在漳州啊，他飞到金门只需要几分钟，所以他就开始精算时间。如果大摇大摆的飞到台湾台北桃园机场，肯定给你关了油门，那你就完了。但你要飞到金门就没事儿，因为什么？时间快，反应不过来。塔台无法判断你是坠毁了还是跑了。1989年9月6号下午2点04分，蒋文浩驾驶一架歼6飞机升空，假装训练，升空到300米高度的时候，蒋文浩也一样假装坠毁，45度一个鹞子翻身，奔地面而去。塔台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进入超低空飞行状态。塔台呼叫他，以为他坠毁的时候，在机场附近的农田里在找他的时候，人已经到了金门。金门守军啊，1989年金门守军战斗力很强啊，一看来了一架解放军战斗机要开炮，蒋文浩掠过高炮阵地的时候，摇摆机翼放下起落架啊，国军一看，我操，来个投降的，然后就让他降落在金门上义机场。所以老共没有来得及切断他的油门，这个特别聪明，短平快，几分钟就到了。9月8号，蒋文浩抵达台北，到了台北以后，没有邓丽君迎接，没有献花，只有一个记者发布会。怎么回事呢？1988年9月11号，老共啊，解放军这边率先宣布废除1962年开始颁布的台湾地区国军官兵起义驾机人员奖励办法，就是不再给国民党的人钱了。1988年11月，台湾一看，哎呀，解放军示好，台湾非常默契，因为这玩意儿对双方都不好嘛，所以呢，台湾积极响应，也大幅的降低，适时取消了这个。结果蒋文浩不知道呀，台湾没有宣布这事儿啊，所以蒋文浩等于是没赶上那一趟。蒋文浩要是提前1年跑，他就有4000两黄金起跳，没准是6000两。结果他妈的他晚了1年啊，所以呢，90年小蒋一死啊，90年之后，
两岸务实签署了一个叫金门协定的约定但凡以后无论是军航还是民航双方如果要是劫持飞机赶来，都以罪犯论处，向对方进行遣返这个是挺厉害的。这是双边中台双边签的第一个算是官方协议。我给你们讲一个有意思的吧。台湾最倒霉的劫机犯叫刘善忠。刘善忠祖籍是武汉蓝营的，1951年他生在基隆。他爸是跟着蒋介石败逃的国民党军官吧，从小在眷村，但是呢，在很小的时候呢，刘善忠的爸爸就去世了，跟奶奶长大，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没爸爸吧，成长过程中失去父爱所以他精神呢不太健康。台湾人都爱当兵尤其是蓝营的这眷村的子弟都爱当兵，所以他也不例外就当了兵。当了兵之后也没干出什么名堂来，混到个少校转业之后呢，进报社当记者。当记者呢，一直混到50岁也没钱，也没成就，也没结婚，没女人，没子嗣，跟奶奶长大的嘛。奶奶一去世，他在台湾没有亲人了。1997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蒸蒸日上整天对台广播说我们如何好，发展的不错。这个人呢50岁了，他在台湾呢，他就开始愤恨世界他恨台湾。他跟他那报社同事们邻居都搞不好关系，这人。于是呢，他就想妈的就今天讲就戾气比较重嘛你搁今天的话就开车上街撞人去了。他那时候有更好的选择，就开着飞机回大陆。1997年除夕他决定劫机。劫机之前决定去妈祖庙里边问问妈祖能不能劫机。于是之碑他是连掷8次都是圣杯，连掷8次出现都是圣杯的可能性就是概率是1/1000吧，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就是神的旨意就让你干。老刘拿到了神的同意证明书，我操，神都让我干了，妈祖都让我劫了，所以呢认认真真的准备劫机。他准备了一壶汽油然后呢装的牙疼水瓶子，伪装成牙疼水上飞机。民航因为当年台湾人没有人劫过民航到大陆去，台湾人的神智都比较正常，谁也不会劫飞机到大陆去。台湾那个时候你想90年代台湾有钱呀他妈大陆穷都是台商谁他妈劫机去？老刘问了神，问了妈祖他去。3月9号买了一张机票，高雄飞台北，我怎么劫去厦门。好，3月8号跟当年部队里的老战友聚餐告别，不说干啥，就说咱们告别。然后呢顺利登机，起飞10分钟以后把他那牙喷水瓶子拿出来了，咔一拧开，等来了一口，他那个汽油味一下子隔壁乘客就闻着了，说这个人有汽油把手里打火机拿出来了，回大陆，否则的话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乘务长吓坏了，空姐吓坏了，赶紧报告机长机长就说别冲动你是不是疯了？你往大陆劫机干什么呀？都是大陆往咱们这儿劫机你们怎么还往大陆劫机我不管，我跟你们同归于尽。机长行，我们不跟你同归于尽，你快拧上咱去。你想去大陆哪儿？真事儿老刘愣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你专业的，你开飞机我不懂，哪儿近去哪儿，哪儿快去哪儿，快去哪儿，我不管，只要是大陆就行。机长没办法，厦门高崎机场最近我们去厦门行吗？行，是不是大陆就行？机长一听，我操你妈，这货太二了，精神不正常，咱今天不能跟他硬扛。去吧，去了高崎机场，很快落地，平稳着陆。高崎机场很重视，我是华航机，我要被劫持了，我现在要降落高崎高崎好，你现在用几号跑道引导下降。飞机一停，打开舱门，老刘第一个下飞机。下飞机之前跪在那个机舱地板上，对全体乘客说：“对不起，弟兄们，让你们受惊了，我没有想真的要你们的命对不起，各位。”咔，礼成还没礼成，这头还没磕，我操！厦门的武警特警就冲上来了，把老刘绑了个粽子。一看这小子，我操，拿着汽油瓶子就给他绑了。谁劫的机？是他吗？空姐就是他绑了。一时间老刘还以为自己他妈被骗了，降的是不是台北桃园机场？怎么厦门的机场的特警武警抓我呀？结果一看都是他妈简体字，应该没错呀。给铐起来押赴警车呀。
屁话都没跟他废，给台湾飞机加油，补充餐食，当天就正常飞回台北去了。然后呢，1个月以后，在厦门东渡码头把刘善忠老先生押赴快艇直送金门遣返了。金门收了老刘之后，台湾法院判老刘劫机罪15年。哎，这个笨蛋，我操！就是人这倒霉透了以后啊，蠢透了以后啊，妈祖也玩你哦。你可别以为妈祖那么善良，妈祖也厌蠢。妈祖是这样的，我操，你快别烦我了！哎呀，快给他8个圣杯，让他去死！大家听我讲这个过程，老刘这个过程，大陆没有任何毛病。你搁世界各地，厦门警方处理的一点毛病没有。从那一天起，所有大陆劫机到台湾的全部遣返回大陆，台湾也学高崎机场，哎，够意思。但凡从老刘之后，大陆再有个糊涂蛋劫飞机，全给他们送回去了啊！真有送的，说老王是不是没有？1998年，国航机长袁彬因为没分到房子，98年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分房，没分到房子，对国家有意见。驾驶北京飞往缅甸的飞机拐弯，带着他老婆飞往台北中正国际机场。我操！因为他是机长啊，所以他借飞机太容易，他没跟别人商量，直接就是把机长驾驶舱一锁，直接飞台湾去了。台湾也不打他，也不骂他，直接给他捆起来，然后先判他10个月的刑，他老婆判6个月，刑满以后放回大陆，遣回大陆，大陆判他7年。老婆5年，这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劫飞机了。这个劫飞机回去之后，无论是到哪边，都当犯罪分子给你判刑送回去，这才是正确的。因为劫持民航航空器，在他妈哪边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你不能胡来啊！你不能说双方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鼓励对方犯罪，危害对方的公共安全，这他妈是混蛋！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党国时代，在马列时代，国民党也是马列党啊，在马列时代才会干这个事儿。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真正的文明一定要进化到文明世界，就是你危害公共安全这个他妈的航空器安全，你就是他妈的匪徒。你在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里，你都是匪徒你不能说你飞过来你就变成英雄，这是不对的。当然敌国互为敌国的时候，劫持军机另算但是劫持民航这他妈是流氓所以真正的文明国家，你比如说北洋政府那个时代，那上面打仗归打仗，比如说吴佩孚占了北京，段祺瑞退出北京，他不杀北京老百姓的，他也不杀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就是都跟你们没关系。北京市税务局局长，就是谁赢了，你都是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你这套管理体系、市民体系都是正常井井有条的在运转，这才叫文明的战争。欧洲经常发生文明的战争，就是某一个，比如说小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奥地利的某一个城市就会整个城市投降，把钥匙交给拿破仑，整个这个城市跟奥地利国王或者跟法兰西国王没鸡巴关系，谁赢了我就跟着谁走，没有人会说你这个叛徒，我们一定要清算你，或者说占领军说你这个他妈的法走狗，我们要他妈清算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公共安全和公共文明一定要回到贵族时代，否则的话你这个民主是不存在的。这个等于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国民党是劣币驱逐良币赶走了北洋政府，共产党是再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没读过书的山药蛋把读过书的坏蛋给撵走了。就是到1966年老毛的时代就是 low 到极点礼崩乐坏了。所以你这一定要回复到正常国家才能谈民主自由。